我知道他是交通情报员，那又怎么样？交通情报员谈恋爱应该更浪漫才对。他家里那么富裕，从你们认识到现在都多长时间了？他送过你一样像样的定情信物吗？都已经在商定婚期了，他连个订婚戒指都没有送给你，谁见过这样的未婚夫啊？哎，他不是无锡的交通情报员吗？咱不要求大上海，在无锡买个戒指很难啊。哎呀，你为个戒指都说好几次了，我爱他又不是贪图他的戒指，这不是图不图的事情。我知道你不缺钱，但他是个男的吧？是男的就不能像他那么抠。我这个人看问题就是这么实在的。如果说一个男的真喜欢一个女的，他就应该有所表示。像这种要气派没气派、要浪漫没浪漫的小男人，不管他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是肯定过不了我沈月娥这一关的。你自己心里有点数。我男朋友凭什么过你那关呀？自说自话，当自己是红娘啊！我可不就是红娘啊！怎么，不服啊？我从小就伺候你这崔莺莺，一直到现在10几年了，我给你把关的事情还少啊？老爷夫人现在不在身边，你的终身大事我必须要把关，这不是我自说自话。这是当年我陪你到中央大学去读书，临行前老爷夫人当着你的面亲口交代给我的任务。怎么，现在当首长了？老爷夫人的话你都忘了？在部队，我可以听你的，但关起门来你得听我的，不然我让你3天吃不上我做的菜，我叫你再跟我倔。岳舅公请呐！不宜请。和日本人做生意，和袁天队长关系不错，这一切只是我用来掩人耳目、保护自己的策略。实际上，我是想利用与日本人的这种关系，给抗日组织提供情报，让他们杀鬼子、除汉奸。也算是我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爱国商人，为抗日做一点贡献吧。韩先生，我可能要让你失望了。我只是个普通百姓，虽然在生意上认识很多各界的朋友，但是和你想要找的什么抗日组织，从来没打过交道。其次，也不想认识什么抗日组织。我只想过好我的小日子，仅此而已。哦，好吧，别介意啊，华老师，我可能是有些冒昧了，不该跟您谈这样的话题。人各有志，我能理解，很多同胞也和您有同样的想法，但是我不行。我另外再想办法找抗日组织吧。无论如何，暗杀行动必须坚持下去。过去一直在搞暗杀，我不想因此受到牵连。你我都是原田队长的朋友，今天的事我就当没发生过。刚才聊的话，我会全部烂在肚子里，希望你也一样。而将来，我们还是少来往为好，否则……韩先生。恕我直言，娜娜可是我的学生。我要是知道你是抗日分子，我今天是绝不会让她和你见面的。华老师，真的没想到您的茶楼生意这么好，真热闹呀！这要感谢宪兵队袁田队长，他经常带客人或推荐朋友来我这里吃饭。还特别关照这里的治安，人又多，治安又好，生意当然就好了。哦，难怪呢！我在楼下的时候啊，也看到好几桌日本客人。来，把信给我吧。谢谢韩先生。
请坐。没想到你把琴也带过来了。我们并不十分熟悉，他怎么会想到让我帮他找抗日组织，而且毫无顾忌？如果我出卖他，他不是死定了吗？但事实上，他又是原田的朋友，他到底是什么来路？喂，找谁？你好，请问掌柜的在吗？你是？啊，我是他老家来的亲戚。哦，老家的，你等一下。各位，这些材料呢，是我们整理的关于我们周边几家公司和商铺的详细的资料。我希望你们能尽快熟悉，而且要保密。要记住，我们盯着人家，人家也可能在盯着我们呀。董事长，你的电话。谁来的？老家来的。啊，李叔，你们继续吧，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直接问刘秘书啊。喂，喂，哈哈，是我呀。我一直在等你们电话，你们什么时候到达？你们倒是说说话呀！一会儿还要赶回去呢，要是晚了，老师那边肯定会等着着急的。你们俩怎么想？莎莉娜要不要跟这位评弹票友继续接触下去？这让我们很难判断。这位票友韩梅竹，对，韩梅竹，名字倒是蛮好听的。你的老师说，他一方面跟日本人做生意，另一方面呢又有抗日倾向，这就很难判断他到底是什么人。他究竟是亲日的还是抗日的？在这个问题没有弄清楚之前，我同意你老师的意见，还是谨慎一点好。先不要跟他接触吧，免得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长官，我是有我的看法，但是我想先问娜娜一个问题。你说。如果现在没有打仗，你也不是特遣组的成员，在你认识这位韩先生之后，会对他产生好感吗？我是指男女之间，单身男女之间的那种好感。上官，你胡说什么呀？你这个回答太含糊了。实话实说，假设嘛。如果让我说实话，只要是女人，都会对他产生好感的。娜娜的言外之意，大家都明白了吧？但是眼下毕竟在打仗，无论这位韩先生是亲日还是抗日，这两种立场都会让跟他接触的人承受着危险。亲日，中国人饶不了汉奸；抗日，日本人必定镇压。所以，花老师不让娜娜继续和韩先生接触，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我们特遣组现在所执行的任务角度来看，娜娜继续和韩先生接触，对我们获取情报和完成任务是有着深远意义的。因为韩先生和宪兵队队长是一个桌子上吃饭的朋友，我们如果放弃这样的天赐良机，是不是太可惜了？娜娜，
你自己有什么想法？我服从上级的决定。如果特遣组把与韩先生的交往作为一项任务交给你，你能完成吗？我会尽力。你这一步一旦迈出去，情感和任务就必然会交织在一起，你可要……我会处理好的。上官，明天给袁部长发报，请示他批准我们这个最新的计划。明白。云子，我明确的告诉你，这件事我做不到，你另外找人干吧。姓陈的出卖我，毁了我的一切，我恨不能把他从坟墓里拖出来鞭尸才解恨。如果你让我去追查刺杀他的女杀手，就等于让我替他报仇。你认为我能办到吗？这和为老陈报仇没有丝毫关系。追查女杀你的推断，共党会派人来夺船，但绝不可能派几个女人来完成这么重。你别叛徒叛徒的行吗？在我看来，你只不过是脱离了原来的立场和组织而已。人这一辈子，不可能永远只服从于一个组织，坚定一个立场。但我曾经对自己的组织发过誓，为了共同的事业，奋斗终生。可现在呢？我背叛了自己的事业，从一而终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封建色彩，而背叛也可以理解为人往高处走。罪犯供出他的同伙，难道不是弃暗投明吗？换一份工作，离开他以前的东家，难道就要背负叛徒这个沉重的十字架吗？我供出的不是犯罪同伙，而是自己的同胞。我背叛的不是自己的东家，而是自己的国家。哼，那照你的逻辑，这世界上就没有可耻的叛徒。那你为什么还在特高科？为什么不立即换一份人干的工作？你怎么知道我不想离开特高科？你怎么知道我不想找一份新的工作？战争尚未结束，我就把感情寄托在你这个中国人身上，为的就是等太阳黑子计划结束后立即退役，和你一起回到我的国家，干你说人干的工作，过人过的日子。我的退役申请报告早就和太阳黑子计划一起交给了我的义父松井将军，这个你知道吗？我很奇怪，你对我的信任究竟源自何处？一个好人可能会因为某种原因背叛他以前的信仰，但是他不会背叛内心的感情。如果他心里还真的有这份感情的话，我没你说的那么高尚。我没信仰，我信仰就是活好今生。哎，小姐，我说你差不多了吧？
画的跟个小妖精似的，抬抬屁股就走了。我还得到楼下厨房点火烧菜、开门营业呢。你这张短命面孔跟我输了1个上午了，能不能活络一下呀？你没听说过“女为悦己者容”这句老话吗？哦哟，你别给我搞这些酸溜溜的词好啊！你们是第一次见面，不认识啊？你再怎么画，不还是自己原来的样子吗？又不可能变成周旋。再说了，你们这次是去街头，又不是相亲。谁说相亲就不能打扮啦？你看不惯他是你的事情，但不要影响我此刻喜悦的心情。老陈把我出卖给你们，以及他被锄奸对暗杀这2件事，对我内心刺激非常大。我强烈的感觉到我未来的生命已经毫无意义，感情也同样如此。我可以为你工作，但绝不可能跟你结婚，更不可能跟你去日本过一辈子。不要再说了。拿去看看吧，如果情况完全属实，没有出入的话，马上开始行动。属实，完全属实，没法不属实。等等，自己注意安全。谢谢。他刚走。对。抢什么呀？咱俩就要结婚了，这是我给你的结婚礼物。来，坐。干嘛呀？说话那么大声音，结婚结婚的，让人家都听见了，多难为情啊！没事，这是无锡城，小上海，不是咱们乡下老家。这城里人啊，开化的不得了，没人会在意的。来，让你先生亲自给你戴上。池北基，你太不经念叨了。前2天老家还有朋友说你抠门，连个戒指都不买给我，你今天就……你是有心灵感应啊？就有点心里让人感觉到咱俩就是一对小夫妻。啊？有眼睛吗？这倒不一样，小心无大碍嘛。快点，来，过来。
几位都是老家来的乡亲，为了表示我们荣家对几位的敬意，今天我特意在这无锡的老字号迎宾楼略备水酒，以表对各位的敬意。我先敬各位，先干为敬，你们随意啊。谢谢老板，谢谢老板。随意随意。谢谢老夫人请来老家的乡亲，为荣氏商会开业啊诵经祈福，你就是活菩萨。来，我敬敬菩萨。哎，菩萨不喝酒的。那老夫人就以茶代酒吧，我干了。母妈，您别担心，儿知道您是吃斋念佛的俗家弟子，所以啊，我特意跟酒楼打过招呼了。今天所有的菜都是素油烧的，葱姜蒜一律全免，您就放心吃好了。侬妈嘴巴是最馋了，你们大家都知道，在念佛之前啊，我可是有名的美食家，什么东西没吃过啊？那是。啊，的确如此，老夫人啊。关键是老爷在世的时候啊，在吃方面太讲究了。咱荣家厨房间请的那可都是苏州啊、无锡啊有名的大师傅，那嘴啊都吃刁了。哎，后来小蛾子烧的菜也不错的，他脑子灵光，跟厨师们一学就会了。没错。哎，当初我最喜欢吃小儿子做的菜，可是现在别说吃他的菜了，人呢都不知道跟商小鱼跑哪儿去了。好了，木妈，今天高兴，咱们不说这些了，好吗？几位随意啊，随意。荣老板，您能够在这儿宴请家乡的各位父老，是我们店的荣幸。我龙龙亲自为大家跑堂端菜，有什么事啊，只管吩咐。看这道菜，这道菜是我们店的特色菜，也是无锡城里独一份儿。老夫人，大家尝尝，尝尝吧。好。他第一次给我打电话要求见面，正是那几个女杀手活动最频繁的阶段。他会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吗？为什么那次电话联系之后，他又取消了见面呢？这次来找我，是因为军需船被袭吗？我的叛徒身份是否暴露了呢？这次来无锡有什么任务吗？有任务啊。什么任务？紧急吗？很紧急。探亲，逼婚。啊？干嘛你紧张的？我是回来看望父母，顺便来看你。啊，是这样。哎，逼婚都让你说得出来啊？原来是打算来逼婚的，现在嘛，看来不用了。你把结婚礼物都送给我了。我来是想当面告诉你，我的结婚报告首长批准了。你的呢？怎么一直都没有动静啊？啊，我的报告早已经交上去了，但是你知道我工作的特殊性，现在恐怕还不是时候啊。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咱俩恋爱都快7年了，俗话说7年之痒，再拖下去，你就不怕我换心上人啊？不过我当初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恋人，大我2届的学长，竟然是个交通员，太意外了。我也很意外，没想到你这个大户人家的娇小姐，竟然会选择
和我同样的理想和信仰。这都是你上大学时经常给我灌输进步思想的结果。要是没有你当时的指引，就没有我现在的崇高事业。哎，那就请小学妹为了这份事业，再像当年那样，牺牲一下自己的婚事吧。眼下时局太紧张，某工作压力非常大，实在是分身无术，难两全啊。你总说你工作忙，看你一直都蛮逍遥的嘛。哼，我逍遥，这话说的。那你想看见我什么样？是经常冒着生命危险，街头送情报，还是整天提心吊胆，谨防被鬼的特务们跟踪甚至被捕？这些你是看不到的，但这是我的日常状态，天天如此。即便是现在，我请你喝茶聊天，看似你所谓的逍遥，但你根本不知道，此刻我内心有多紧张。无锡城到处是特务。以往咱们不都是在你的绣品行见面吗？那儿很安全啊。今天为啥约我到这里来呢？你不做交通工作不知道，绣品行已经有10年历史了，生意兴隆，门庭若市，这样的店铺最容易被监视。门口很可能会有固定的秘密监视点，这是特务组织一贯的手段，并不是说我暴露了。那你要多当心啊。没事，我心里有数。如果风声特别紧，即使你来了，我也不会见你。现在你我既然还能坐在一起，说明问题不是太大。但我要提醒你，一会儿分手后一刻不能停留，必须立刻离开无锡。记住，立刻。这么着急？可你刚才不是还说问题不是太大吗？怎么又……地战区从来没有绝对的安宁。问题不是太大，并不说明没问题。出什么事了？很危险吗？是不是出叛徒了？该不该告诉他军需船的事情呢？那我作为无锡交通站情报员，如果对军需船被伏击这么大的事件只字不提，显然不合情理。什么人最怕提及军需船被袭击事件呢？毫无疑问，是叛徒。我知道组织纪律，不该让我知道的事情，我不该多嘴问你。但我是担心你的安全。如果不方便讲，就不说了吧。没什么不方便的，都是些公开的事情。前段时间，咱们的几条军需船在无锡被袭。事发第2天，我从相关渠道获知这一消息后，立即用电台向袁部长做了汇报。怎么会有这事？那现在呢？现在5条船只去向不明，也不知道组织上是否有营救的计划。哎，对了，你在军部当参谋，刚从那边过来，听没听首长说要派人来无锡营救军需船的事情？你问我啊？没有，我不是回来探亲吗？临走前也没听说什么军需船的事情啊。你要是不说，我都不知道这事儿呢。我现在一直在等组织上来人跟我联系呢。我以前听你说，你经常协助军需船从无锡过境，从来也没出过事情，怎么这次？其实，我的无锡交通站早已经把一切安排得天衣无缝了，军需船不应该被袭的。毫无疑问，咱们的内部出叛徒了。叛徒？谁呀？那你赶紧查，我先不回去了。等你把叛徒查出来，我亲手宰了这个该死的家伙。看把你给气的！有我池北吉这样出色的交通员在无锡地界上杀个叛徒，还有劳烦我的娘子
亲自动手吗？我记得你说过，投身抗日，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叛徒说了啥。你是我未婚夫，我最痛恨叛徒。那叛徒能查出来吗？不是能查出来吗？而是已经干掉了。干掉了？谁？是你亲手？不，一伙不明身份的女杀手在叛徒家中把他干掉了。啊？不明身份的女杀手？听着很神秘嘛。他们是谁呀？眼下还不清楚，但我在暗中对叛徒的身份进行了核实。他姓陈，我原来的上级。军需传的情报就是他出卖给日本特高科的。活该！狗叛徒，死有余辜。你的上级？那你会不会有危险啊？没事，这还要感谢那些女杀手。还没等他出卖更多的同志，就把他给干掉了。另外，他跟我不是直线联系，就算他想出卖我，也没有证据。还好，还好。哎，我看乡里乡亲的，我们就不要再叫老板了。荣老板，按照您和老夫人的吩咐，我把我们迎宾楼的大厨叫来拜见二位，他可以进来了吗？啊，当然可以。刚刚啊，我们只是觉得这一道菜比较熟悉，可现在尝下来，整桌的菜我们都好像在家里吃过见过，这就奇了怪了。快请他进来看看吧。好，我马上让他进来。董事长，董事长，哎，安侦探，怎么你这么大个私家侦探，跑到这里来扮演厨子了？龙龙，到底见不见啊？我煤炉上还炖着汤呢，真够麻烦的。什么客人吃菜还要见烧菜的，闲来日的。这个他这个蛾子，小蛾子，沈月娥，蛾子，小蛾子，老夫人，荣少爷。老夫人，丫鬟蛾子，给你跪下。蛾子啊，你是什么时候回的无锡呀？我天天都在想念你和小鱼啊，时时刻刻都在求菩萨保佑你们平安啊。夫人，我和小姐也天天想念你。蛾子，你们家小姐呢？和你在一块儿吗？小姐，小鱼她出去了。那就说小鱼和你在一块儿了，可人呢？小盒子，小姐和你都在无锡啊？在，都在。太好了，你快告诉我，他人呢？他在哪儿呢？董事长，我说呀。小姐她一早就出去了，没告诉我她去哪了。那他跟你说了吗？什么时间能回来？下午能回来吗？不知道，她没说。可是，既然他和儿子在一起，今天早晚会回来的，也不在乎现在一会儿吧。儿子，你告诉我，这些年你们是怎么过的？当初别激动，坐下来说话吧。当初你陪小鱼到南京大学堂读书，一去就是7、8年，兵荒马乱的。我以为你们……董事长，外边讲话4万火急。我看到桑小鱼了。什么？
什么时候？在哪儿？留园茶楼1小时之前。留园茶楼，他在那干什么？我跟你说，你都不信。他跟咱们对个的绣品行的老板池北吉在一块喝茶呢。和他在一起啊？在一起喝茶？对呀。你没看错吧？这是我的职业，不可能看错。不可能看错，可怎么可能呢？他怎么会跟池老板在一起呢？你怎么不信呢？你。啊，这是您2年前给我的小鱼照片，我一直放在钱包里。这2年呢，我几乎天天看他一眼，目的就是一个，认识他，尽快的帮你找到他。可是他怎么会跟池老板在一起？我是你的私人侦探，我能看走眼吗？这里边有他跟池北吉在一起喝茶，我偷拍的照片，回去马上就冲印。到时候呢？别到时候了，你马上带我去留园，我要见活人。走，不，他要是走了呢？他要是没走呢？走。好。卢老板，你这是？我有急事先出去一下，我上去跟黎叔打声招呼，就说他们吃完了可以直接回去，不用等我了。我办完事儿直接回家。哎，好嘞。哎，招呼起来，招呼起来。既然目标没有离开，你现在给我打电话有什么意义？继续监视，目标离开后立即跟踪。不，科长，您听我说，我们现在有些糊涂了。这目标看上去不像共党分子，所以想……共党分子会写在脸上啊，不像共党分子又像什么？像莲花先生的未婚妻。莲花先生的未婚妻，有什么依据？是这样，莲花见到目标之后非常高兴，也不避讳和目标之间的关系，说话和动作都特别亲热，然后。哎，韩侦探，你看得清楚，他给了小鱼一枚戒指？我不仅看得清清楚楚，我用相机都拍下来了。给了对方一枚戒指，你看清楚了吗？看得非常。本以为共党分子是来和莲花接头的，结果却冒出来一个未婚妻。他真的是艳福不浅。特高课真的是没事干了，这么多人保护他，却看着他跟未婚妻卿卿我我谈情说爱。是啊，我们也没想到，所以打电话请示你下一步怎么办。既然目标是莲花先生的未婚妻，那我们还有必要一直跟踪他吗？共党特工假扮夫妻从事情报工作的情况也不少见。不管是真是假，一切按原计划进行。跟踪那个女的，弄清楚她的身份和住址。明白。哎，你这次来住哪儿？还是老地方，你知道的。老地方。哦，还是你父亲在无锡的。老二，茶过来，咱们走了。哦。住在和你父亲做茶叶生意的那个老朋友家里啊？嗯，胡叔叔、胡老板家里头，我每次来无锡都在他家里寄宿。楠楠，听我一句话好吗？嗯。一会儿分手后，你就别去你胡叔叔家了，到沧浪客栈开个房间。明天一大早，我安排人接你离开无锡。
自不同的世界，岁月让我明白彼此的差别，在错的时间，在对的地点，谁也无法改变。风没听到我在哭泣，雨没体会我的焦虑，剩下的只有各自都是你，最后孤身远去。我不想哭，我不能再继续把我的爱丢弃在无尽黑夜里，让挚爱摇曳，看花儿凋零，四季流年弹指逝去。我不想哭，我不愿再驻足，抉择的爱会成就更多幸福。我会坚强，我会领悟，离去是美丽人生最完美